不过呢，这个世界有一件事情让大家也不太祥和，就是川普总统对全世界发动的关税战。现在这个关税大限一延再延，富比士就说，川普的政策总共有27次的发夹弯，不断的变现在他最新的说法是，贸易伙伴8月1号开始全面都得缴新的关税，而且不会再改口了。可是我们画一个问号，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啊，他搞不好又改口了。而川普有时候不开心就会飙粗口，这一次他骂的对象是普京俄罗斯的总统。他说说实话，普京丢给我们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堆什么什么话就是不是很好听的话，结果都没有用。而我们看到 CNN 今天曝光了一段2024年川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的一段话，我们来听听看。Then I'm with President Xi of China, but I said the same thing to them. I said, if you go into Taiwan, I'm going to bomb the out of Beijing. He thought I was crazy. He said, Beijing, you're going to bomb Beijing. I said, I have no choice. I got to bomb them. We're going to bomb Beijing. And he didn't believe either. 好，观众朋友，这只是录音档。那我们配上的画面是川普跟习近平过去见面的画面。录音档发生的时间在2024年，当时他是闭门的会议，他在募款，这些都是金主纽约、佛罗里达的闭门筹款。募款的活动里头，因为那些都是富商都是有钱人所以他讲话就比较放松，他就直接这样讲了。我说习近平我警告他了，如果你敢攻打台湾，我就会轰炸你北京那他还说习近平以为我疯了那这一段话到底真的还假的，我们现在是不知道总之是从川普的嘴里讲出来的。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中的贸易战，他们的隔阂恐怕一下子很难消除了。8月1号这个 deadline 是川普定的，可是他说不包括你中国那北京的官媒当然呛他说，你这个讹诈胁迫没有出路，来自于人民日报。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另一方面，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我很想见中国官员，我要谈贸易以外的议题。所以呢，也是两面手法嘛，一方面嘴巴讲得很硬，另外一方面财政部长说我想见见你中国的官员。那中国的外交部16字回应，他说这个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基本上是不搭理不睬理的一个方式。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通膨到底严不严重，川普说不严重，所以他不断施压我们看到他施压这个鲍尔，说你赶快降息来提振我们美国国内的一些景气。而另外呢，他的幕僚，川普的幕僚，当然他们自吹自擂说今年我们可以为美国带来300亿美元的收入，我们荷包满满你看我们关税，我们挣了这么多钱，所以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个数字会到3000亿美元所以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进展。不过现在各国也在自营自找生路，包括我们看到欧盟的冯德莱恩说，欧盟将寻求跟中国贸易再平衡，要求放宽稀土出口，可见稀土真的是关键中的关键。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德国，路透社的报道，德国总理打算率领企业团访中，最快10月成行。澳洲的总理这个礼拜就要访问中国大陆了，要找习近平谈经济。赖老师，刚刚您提的这个有关于他跟习近平对话的有2个版本也是 CNN 的另外一个版本他是跟这个普丁对话然后他说，如果你打乌克兰的话，我要炸你这个莫斯科。普丁说你疯了然后川普就说，我相信他有10%是相信我的10%，所以90%是不相信。2个版本。那观众朋友，您看你们要用哪一个版本这个很有趣，这个就是什么 AI 的时代AI 的时代，您觉得那是假的吗？那个基本上来讲，如果是第一个啦，坦白说，从川普卸任以来，他跟习近平就没有任何见面了然后拜登时代的话，那个基本上川普跟习近平没有见面的可能性。第二个呢，就是川普刚刚上任的时候，其实他还搞不清楚状况。那如果说以习近平去这个海服庄园，他们那天谈了那么多的那个贸易协定，大家谈得很开心，然后签了这么大的一个订单的情形下，
你认为川普会在他刚刚上任都还搞不清楚总统要怎么当的时候，就直接对着习近平说：“我今天要炸你北京。”我想可能性实在是不太高。可是他跟这些金主的讲话，可能就是一个跟金主的事后的一个讲话里面，到底讲的是跟习近平还是跟普丁？因为两个版本都同时出现了。那现在到底是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啊？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事情，但是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美国不敢炸北京，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炸北京的话，那你华盛顿也会被炸。是全世界2个核武大国啊，他不敢炸莫斯科，他同时也不敢炸北京。因为中国大陆一旦首都受攻击，所有的大部分的核弹绝对往你美国里面猫啊，而且往你美国的大城市里面猫，这个绝对没有例外的。而且3合1的攻击马上出现了，包括核动力潜舰，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还有包括这个洲际的弹道导弹，是全面都过去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一般来讲，核武大国通常都不太敢相互的威胁。更何况连一个小国朝鲜，美国都不敢炸，美国连平壤都不敢炸，而朝鲜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跟中国大陆不能比啊。中国大陆的洲际弹道导弹跟中程导弹的这个作战能力，那对美国来讲的话，那个威胁是很巨大的，甚至比美国的导弹能力还要强。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性很低。也就是说，因为川普一直在强调他想去北京访问。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想要阻止破坏这个访问啊，这个也就是说故意激怒中国大陆，看来调查这件事。但我相信，一旦有这个谣言，大陆也应该很有可能会去调查啊，就是说这个谣言是怎么出来的？因为我判断了，川普没有这个种，也不会这么湿的外交礼仪，说直接当着这个习近平的面说我威胁我要炸你北京，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太失外交礼仪了。不太可能的事情啊。另外，有关于冯德莱恩，其实他本来今年应该是在布鲁塞尔，他们要有一个中欧的高峰论坛因为1年在北京，1年在布鲁塞尔。那在北京的时候，通常是习近平会亲自出席，可是在布鲁塞尔举办的时候，通常都是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或是以前是李克强会出席，这是长久以来大陆的外交模式。可是对于欧盟来讲的话，冯德莱恩他们希望习近平今年破格来，那习近平没有这个意愿啊，结果他们就决定他们到北京来开了，所以今年50周年的纪念，他们就从布鲁塞尔移到北京去。可是还没去之前，冯德莱恩他们本身对于北京对大陆就已经开始非常的不友善，非常的不客气，然后就一直骂。从6月份的时候，在 G7 的时候，对着川普说：“我们联合起来对修理中国。”这个都被当场公布出来的。他就直接告诉川普说：“你可以联欧来制中，我们欧洲很愿意配合你。”那川普不屑一顾所以他那一次的主张失败了，因为他希望来交换这个川普对他的这个关税豁免。那川普说：“对不起10%的关税照样要。”而且你还要看你让我什么这个是。接着呢，我们看到王毅去本来理论上讲，当你欧洲的领导人，例如说欧洲理事会主席要到北京来访问，他的外交专员应该要先飞到北京去，要帮他安排好这个访问的细节。结果他们连去都不去，所以是王毅到了欧洲去。那去的时候，欧洲的外交专员跟着王毅讲话也一样很不客气。昨天这个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讲话的时候，就又数落中国3大罪状。那你想他到中国大陆去今年的50周年的纪念，这个要怎么办？是就尴尬了吧？来，彬哥，川普过去人家帮他统计27次法家湾嘛，那所以一个已经法家湾27次的人，你不会期待他会有第28次嘛？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在看嘛，所以他说8月1日，我看很多国家还是观望，还是在看怎么样。你看，即使他那天公布了14国的这些之后，韩国也就说我还没有放弃我把它视为这是另外一种展言，继续谈，就是这样，表示现在川普讲的话，大部分的国家就是你讲你的，我做我的，
就是这样的，我还是尽我自己的努力去保护我自己的国家嘛。那所以川普，我觉得他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一点，他在国际间的威信已经大失了，他自己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然后 CNN 现在丢出来这个对话，实际上这是个旧闻。其实过去选举的时候，虽然没有这个录音出现，但是川普自己也讲过我要轰炸北京啊。对，他其实就讲过这件事啊。我记得。对，所以这个时候丢这个录音出来，当然蛮值得玩味。是不是像赖老师说的，有人想要阻挡川普进一步跟北京交好，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政治目的？我觉得这个待商榷。而且这个人当时会去透露川普也很奇怪。对，他是一个募款参会。是，照理来说，那个是要经过维安检查的。对啊。可是他如果手机按下去，是，所以正常来说，一般来讲啦，对这种大富豪来讲，你会去做这种事情，其实是蛮奇怪。对，有点奇怪。对，其实蛮奇怪，被人家发现，其实也很难堪。对。那问题来了，就是这个是他对这些金主啊、这些人讲的话，这些富豪讲的话。那问题，这是他对普丁跟习近平讲的话吗？应该这就未必很难说。而且更好笑的就是，其实川普后面有讲，其实普丁跟习近平都只相信10%，这是他自己讲。所以我觉得他根本在脸消委，你知道吗？有一点那种味道，对。就是所以呢，他说我虽然唬了他，可是对方其实不怎么相信。因为反正他在募款嘛，就随便乱讲。我觉得他就随便说嘛。然后现在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今天台湾很多媒体把他当，你看川普果然保护台湾。这真的是够了，我真的不知道你们都不把整个新闻看完再来做一些发言吗？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哦。那但是现在川普就一直反反复复，然后现在贝森特又说他想要谈这个经贸以外的事情。哎，你是财政部长，财政部长谈经贸，你要谈国防吗？还是要谈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是怎样，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所以你是毛宁，你能怎么回答？那你想谈什么？你去问相关部门。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要谈什么啊，这很奇怪嘛，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那现在当然川普就一直逼着鲍尔要降息啊，那可是鲍尔就是不理他嘛，因为鲍尔一直认为说，可能7月甚至9月以后再来动作，因为他要看整个经济情况的演变。那川普说通膨真的没有受到影响吗？其实有，只是没有预想中那么严重而已。那再来，美国第一季的 GDP 是负0.3呢，其实已经实际上市场已经反映了，大家对经济前景不是很乐观了。然后你现在用说美国因为这样子关税收入可以到3000亿美金，也许可以，但是问题是你其他的产业要损失多少？你的经济会不会因此萎缩？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那一面。那这样子对民众来讲，美国民众有这么愚蠢，随便就被你骗了吗？那欧洲哦，我必须讲啊，欧洲一方面自视甚高，另外一方面实力又不足。他每次都想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就是来一个两手策略，看是不是能够在中间我两方面都占到便宜。可是你会发觉近年来，特别是遇到比较强硬的对手的时候，他往往就是吃了一鼻子灰。所以我觉得欧洲如果再不改这一种投机取巧的心态，没有自己身为一个世界重要经济力量的担当的时候，他到最后只是会越来越出糗的。将军，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君无戏言"哈，不要说是当一个国家的这种总统，甚至于说是我们在家里面，你如果说是德高望重的长辈，都不可以随便乱讲话，因为你讲出来的话，我们讲说是一言九鼎嘛，讲出来的话就要算话。那尤其是大国之间，你想想看，川普今天突然冒出这句话，说要轰炸北京，那听在北京心里是怎么想？那如果说同样的这句话，如果说是习近平突然说他要轰炸伦敦或干什么的话，那甚至于普京好了，我们讲普京，如果说是你们再怎么样，我就要轰炸你巴黎或什么，那这些国家会什么？我跟你讲，那如临大敌啊，那马上备战了。所以说我们讲君无戏言，但是这我们发现川普现在讲这些话，几乎已经没有，因为他讲了太多那种狼来了的故事，也经常到处胡说八道，然后信口开河，就变成说毫无信用可言。他讲的话，大家已经把它当作笑话，而不当作一回事。比如说关贸来讲的话，你现在改了27次，大家就只会说是他口又来了。我看昨天当他对日本跟韩国这个关税要增加到25%，结果昨天跟今天这两个国家的股市都在涨，那是不是反讽？大家都认为说是很多的股民反而认为说你川普
普来提供我们一个炒股的机会。那是不是想借这机会将这个股市打压下去？因为你还给我们到8月1号你才生效嘛，会不会到8月1号以后你又一个说法？那所以我认为说，川普来讲，现在他讲任何话，你已经可以当做一个这个笑话来讲。那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胡说八道呢？我觉得他跟他身边人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就拿这次他讲说要轰炸北京来讲，你知不知道？他因为他身边用的赫格塞斯也不过就是一个新闻界的主播哈，卢比奥也不过就是一个地方议员。你知不知道这个国家中去年9月25号，解放军在这个海南岛发射一枚东风31A机，你知道代表什么含义吗？它为什么在海南岛发射？你知道吗？因为地球是跟一个橘子一样是这种形状。它如果说从海南岛接近赤道那边是飞行路线最远的，那就代表说我这个飞行这个路线，我可以打到越过整个在地球最远的这个这个赤道这边来讲，我可以发射，可以打到你美国的东海岸。那如果试问一下，这枚导弹如果摆在这个大陆北边，比如说东北地区来发射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打到你华盛顿？因为从大球航线来讲，从北极绕过去是最短的嘛。难道中国去年做这动作，赫格塞斯你没有跟川普解释说为什么人家从那边发射吗？所以我觉得川普，你当一个国家元首，你这样随便乱讲话啊，会引起万一不小心你自己带头擦枪走火，那世界大乱就由你开始吧。是美国的军力还是目前世界最强的，不过明年5月之后，它的航空母舰就会从现在的11艘下降到10艘而已哦。原因是因为它最新的福特级航舰叫做甘乃迪号，因为它的弹药升降机还有这个安装的问题哦，所以交付的时间不断的往后延哦，延了20个月。要到2027年3月才能上阵哦，才能被交付。所以呢，原来旧的尼米兹号已经必须在明年5月退役，所以变成10艘哦。这个也是这个某种程度在这个军武的布置上面会有一点这个麻烦。那另外呢，金砖国家的高峰会在开会。那东协外长会议同样的我们看到有一个草稿公报的草稿，现在被媒体曝光了，说是他们这个外长联合公报的草稿有点名一个国家关切其实就是美国啦，他没有把美国的名字讲出来，可是讲的就是美国，说你现在的关税相关的单边行动这件事情，让全世界的经济格局不确定性增加，某种程度就是谴责。而另外我们看到王毅明天就要到东协的外长会议出席了，会见卢比欧吗？中国大陆的说法是无可奉告所以是一个悬念。那另外呢，现在的关税战这个川普高高在上，给每一个国家发信。巴西就讲了，他说如果你对我加关税，我一样同等回应我以眼还眼。那另外呢，川普特别在2天前说，你们这些金砖国家我要加税那当然这些金砖国家就会说怎么会这样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川普的幕僚川普政府私下就跟大家这个熄火灭火，说没有啦，如果你反美你有采取反美行动，我才会实施那另外李强，中国大陆的这个总理，他会晤巴西的中国的企业中资企业，他说希望提升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全球竞争力包括全球的布局。可是现在印度可能处境尴尬了，因为呢，川普不是就批评这些金砖国家企图摧毁美元吗？也警告印度，如果你配合的话如果你配合反美我要再多加1成的关税，要惩罚你那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呢，他的说法是贸易协定球落在美国的手中，这个球现在发球权在美国的手里我们跟美国官员进行了谈判，现在就看他们的我们已经把球丢给他了，看他怎么出招。台湾现在也在等待看看美国要课我们多少税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战机的部分。刚刚讲航空母舰嘛，那大家知道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的这一场这个空战真的某种程度呢，让这个很多人对于这个买战斗机这件事情，可能一些国家有一些改变。我们先来看看英国的战机，说是滞留在印度超过3周。这是英国皇家海军一架 F-35B 的战机，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它迫降在印度。可是很奇怪它已经在这里停留了超过3个礼拜，为什么不回来？
哦，这个大家就打了一个问号，所以有人就发梗图啊，说这边风光明媚啊，所以我想留在这里呀，这在酸他这样子。那我们再来看看法治的飙风战机，因为跟这个中国大陆的歼10这个对战，那这个落败了嘛，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法国军方还有情报官员不断的说，我们现在飙风战机有很多负面评价，这个都是你中国大陆的使馆去散播我们负面的消息，所以你要负责你要负责。然后环球时报就说你这是在甩锅吧，你自己的东西不好，那你甩到我身上，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包括中国的直10 M1 直升机现在以低空打击力闻名那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它要交付给铁杆盟友，就是巴基斯坦，所以在这个地方印度当然非常关注这个事情。赖老师，法国是正式承认了他们这次印巴的空战中，它有一架飙风战机被打下来，另外有一架这个幻象战机被打下来，这是法国正式承认的。印度那边的话，就是也承认了他们也被打下来，但是拒绝说有几架飙风战机跟几架幻影被打下来。目前这个巴基斯坦拿出来的证据，是告诉大家说有3架飙风战机被打下来，1架这个幻象战机，所以等于是这个打下4架，另外1架是俄罗斯的战机所以事实上是巴基斯坦确实是完胜，而印度确实是被打得很惨，而被打得最惨的却是法国最先进的战机。那你号称你是欧洲最强，甚至你的 CEO 就达索的 CEO 还对外宣布说我的阵风战机比 F-35战机还要好，可是你被打下来是事实嘛？你被打下那么多架也是事实嘛？那不需要人家说你不好嘛，你就是被打下来了嘛，那全世界都知道你被打下来嘛，然后而且呢是死得很惨因为人家只发1枚导弹就把你1架战机打掉了，而不是说我发了2、3枚，然后经过空中的缠斗，然后呢很艰难的情形下，你的优异的性能，然后最后因为你的这个油料啦、弹药都被打光了，所以没办法，你最后被迫打下来，不是嘛？你是第一时间就被打掉了嘛，你就弱嘛，你就是弱鸡嘛。那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你就生气也没用，因为据说了。这个印尼也在重新考虑要不要进这个阵风战机。那目前已经传出来说，埃及已经向中国大陆买了红旗 9B。那一般来讲，买红旗 9B， 大家就推断，接着可能就是歼10C了，不会买这个这个法国的阵风了。然后接着那就是这个空中预警机了。所以对于法国来说的话，他们真的是紧张到不行因为他们的订单都被抽单了，这就是事实嘛。谁叫你要卖给印度？你卖给印度，你就好好训练他的飞行员嘛。你又没有训练好，然后结果打成这个样子，然后人家大陆训练的巴基斯坦的飞行员就训练得很好嘛，然后所以就把你打败了。好，另外我个人认为巴西的问题美国对于金砖国家，他目前唯一有能力制裁的只有南非，其他的他都没有能力。中国大陆是你对我怎么样，我就马上反击，那已经摆明白了。俄罗斯跟伊朗。坦白说，你已经制裁到没有手段了。然后沙特跟阿联酋，你敢制裁吗？这个很简单道理嘛。然后再来就是印度，现在他在跟你谈判嘛。好，那所以讲到巴西，巴西根本不怕你，为什么？因为巴西跟美国的贸易810亿，而美国每一年去年赚了巴西3亿多美元。所以美国是顺差，巴西是逆差。所以美国人抢了巴西人的钱，按照川普的说法。另外，巴西出口到美国的东西都可以转到别的地方去，例如说原油、半制成品的钢，还有就是咖啡豆，那些中国大陆都可以吸收所以对巴西来讲，他当然很有骨气，就是你试看看，你跟我克多少就给你克多少。到目前为止，美国不敢宣布对拉丁美洲的任何国家课关税。好，我们接一下广告。请教将军怎么看？
这次我们这也很有意思哈，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哈，全部都上榜了。那这3个国家军武，我们这边很简单介绍一下。美国航母，其实我认为它20个月以后还不见得能够出得来。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之前就知道福特号其实跟它是姐妹舰哈，那时候福特号缺了很多零件，因为它缺零件，它就从这个甘乃迪号去拆，把它当做一个我们台湾话叫台霸掐啦，就是零件车了，零件船，因为我这个福特号现在已经服役了嘛。那前一阵子因为加沙那边有事，所以他要赶赴战场。那零件不足或者有损坏的，他就从这个甘乃迪号拆过去补上去。所以我认为现在来讲，如果说再加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如果中国不提供稀土给他来讲的话，那你现在我觉得他说要在这个20个月之后服役，我觉得是可能只是嘴巴这样讲讲，实际上到时候做得到做不到，还存在很大一个问题哦。再来我们看英国这架战机，代表英国整个后勤战力的衰落。你知道这架战机当然会发生故障，哪有开车不出故障？问题是重点你会不会修啊？你要知道威尔斯亲王号哈，它这艘航空母舰，它上面带的战机，它除了说甲板上面战机之外，它肚子里面装了有这个战机要用的导弹、油料，还有什么呢？还有要修复战机的零部件，也有维修的工人，还有什么？还有直升机。如果一旦战机出了状况，那一定是用直升机赶快带着相关的料件、零部件，还有维修的这种技工哦，赶赴那个地方将这架战机修复，然后让它很快能够恢复战力。这是一个国家战力来讲最重要一个体认。那这个飞行员，我不晓得他最近还好不好？听说他落到印度的时候，英国空军打电话给他，你不可以离开座舱，因为他怕离开座舱以后，他座舱里面会被印度跑过去看，去偷学嘛，把他机密都泄露，所以那时候是不准他进入座舱，甚至于说是他不让印度将这架战机拖入这个机库里面，他怕他卫星没有看到，你拖到机库会不会被拆掉不知道，但是搞到现在这个3个礼拜也看得出来，包括美国也不支援他哈，你早就应该用 C-17运输机去带着人员过去，将这架战机分解。印度跟你交情实在不错，然后把这东西带回来。那印度这个法国这个标风战机，其实我们军人经常讲一句话，你在部队里面都听到，还讲理由，对不对？打错就打错了，对啊，对不对？这个打仗输了就输了，还讲理由。现在法国就是犯这错啊，讲一大堆理由，你就被打架3架的标风战机嘛，你那边讲什么理由？但是代表什么？代表未来的作战体系已经改变了，一定是一种体系化作战。那你这架标风战机，你战力就算再强，你没有体系化的资源来讲的话，你一样是处于下风。所以不要讲理由啦，不要再讲理由了，这就是事实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金砖国家有峰会，美国抢瞎了，来请教彬哥。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川普现在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的反击力道是越来越弱，因为你看，他担心金砖国家这些会联合起来去对抗美国，所以他就说：“你是谁敢对付我，我就加你10%关税。”你不过2个月前才随便都加100%，现在变10%，这个气势整个就弱掉了，你知道吗？就感觉上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手中筹码越来越小，而且我觉得他大概已经慢慢察觉到了。你看，你加了这么多国家的关税，这些国家虽然有一些国家比较体量比较小，可能敢怒不敢言，可是现在这些国家正在寻求什么？正在寻求大家一起结盟来对抗。石破茂都已经公开讲了，大家应该要联合起来一起对抗美国，不然单一个国家很难去跟美国对抗。对，所以川普有没有搞清楚一点？他正在让全世界形成一个反美大同盟，这个对美国是一件好事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川普自己要想清楚，其实他越是往这个方向走，恐怕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会越来越高兴，因为你自己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那导致这个 F-35的问题一直重重啊。老实讲，刚刚将军讲了，也就是你是航母带出来的战斗机，你的航母都没有办法维修，那你这个战斗机以后怎么作战？他现在停在印度5天，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维修。他们现在据说已经准备要把它拆解之后送回去，这个就是一个很难堪的一个状况。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翔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现在国内的氛围，包括
大罢免这件事情呢，还是在社会里头发酵。国民党终于做了一篇广告，或者是说影片来反击了。我们来看看。上一个人捞完就走了。不好意思，换我坐庄了。东风8万，吃啊！你不能吃健康的牌，吃。你不能吃我的牌耶！到底会不会啊？你们的牌有杂质，用我的吧。好，这个广告片很多人认为是国民党最近的佳作哦，用打麻将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这个游戏来做一个比喻所以来看看呢。当场翻桌，输了不认而且还说牌里有杂质像这样的情境，其实蛮 match 到现在的眼下大罢免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的。而另外呢，我刚刚说到了造成大家分裂的这样子大罢免的行动发生在各个角落。最近有一支影片也在脆上面流传，我们来看看。不是合法申请的啦，我当然知道对啊，那就最好的，对啊，法律都是我们定的。你们定？哇塞，你跟照啦，赶快走啦，赶快走啦！我听过，我要回家。那你就回家啊！你不要对我啊！你不要跟我不要跟我大小声啊！没有啊。对啊。我有吗？那就赶快走。我有吗？我们没有要强迫你做什么，对不对？站在这里。啊，你跟派出所讲，你跟派出所他们讲好不好？不要拍我，我跟你讲哦，不要拍我，不要拍我啦！你拍我做什么？你拍我做什么？好，你看到最后这位男子他应该是罢团的人，他情绪已经有点失控了，用嘶吼的声音说不要拍我。可是事实上他的密录器，我想应该是密录器吧，不断的对着这位妇人全程录下来，而且也是由应该是罢团的人把这个画面给公布在网络上的，所以你看到这个视角是从罢团这边出发的那妇人看起来已经有一点形单影只有点这个势单力孤在讲话也没有特别大声啊所以这个。像这样子的事情，真的我们社会角落太多了，希望赶快把这场风波给度过不要再让社会撕裂更大了。那然而有更多我们需要关心的，包括现在台风让南部中南部这个地方灾情非常的严重，尤其是在台南，你看到有一些青鸟有一些可能是我不晓得是独派、台派还是青鸟总之大概就是同一类人开始觉得。这个台南的这个昆生代天府是中共同路人吗？他们觉得让蔡赖难堪了吗？你看到台派很多人其实在网络上面有一些贴文，包括您看看这个，说这个一直讲国运签不是笨就是坏，不过中国人最聪明的，讲的是这个台南的这个这个南昆生代天府经常不是抽国运签吗？然后会抽出下签吗？他们觉得这是给这个蔡总统跟赖总统难看，因为每次抽出来好像都国运不是很昌隆国运不是很好。那你也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我们的民间信仰很重要的一个地标也被青鸟出征了耶所以网友就讲说南昆生不就是那个很爱穿太监装，然后国运签都跟事实相反，很糟糕的鬼庙吗？连这样子的诋毁的字眼都出来了随便你在网络上看都有。可是我们必须讲我们的赖总统其实在台南当市长的时候，以及现在也经常去拜庙啊，也常常做主祭官啊，还有镇县官啊怎么现在把这些民间信仰如果说这个可能抽出来的签不是很好，然后就诋毁他呢？包括你看过去柯建铭曾经讲过什么样的话，也是被骂翻了，说是花莲强震是老天有眼。虽然最后道歉了，可是你必须这个对于我们民间基础信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还什么老天震怒啊，那个时候是嘉义地震，还记得吗所以有了蓝绿，有了党派之后，有时候连天理你可能都不依循了所以我们看到拿天灾当作攻击的武器真的是万万不可。不过这一次的这个南部的天灾是不是也跟大罢免的成败可能也会有关联吗？因为很多老百姓泡在水里觉得你还在讲大罢免，他们心里面是不开心的，是不爽的哟。我们先来看看包括柚子大家刚刚看到那张图，台南这边的文旦柚子满地都是有一些民众他就说我的家乡在台南，现在残破不堪，可是
市长本人脸书也不提其他偏乡的灾情，都在讲柚子是怎样，是很怕中秋节没有柚子吃吗？请问民进党真的都在忙抗中保台跟大罢免吗？哦，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氛围出来了，你什么都不管哦，有一些命案也不管，有一些司法上面的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不是很平等的事，你也不管，天灾也不管，就只管大罢免。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光电板到处乱飞，馆长也生气了，来听听看。能做的都做了，但是还不够多，才11%。台湾能开发的我们都装了，那怎么办？台湾就这么小，可是我们要继续扔紧呀，怎么办？对哦，四面环海，没问题，1万多个小时海上测试，这个台风来的啊，老天爷啊，天公伯啊，老天爷都看不下去。好，这一次的灾情其实高雄也有哦，可是我们看到陈其迈市长呢，不在高雄，跑去嘉义哦，又跑到这个台南哦，这个很忙碌哦。那当然，你看到这一幕哦，包括他夜访嘉义池原，在7月7号那一天，跟黄敏惠市长拥抱感谢，有的人觉得很温馨、很棒哦，不分蓝绿，可是。高雄市民也在说，市长，我们现在也水深火热呢，包括你看到高雄的大树乡光电板吃掉山林的那一块地，风灾之后山壁崩塌，有些地方都变成像黄河了。市长是不是也要关心自己的家乡呢？来，彬哥，我觉得国民党虽然现在开始看起来在动起来，那这一篇目前据说在 Threads 上面也还蛮获好评的。可是这个毕竟只是一个小品啊，那这个大概对凝聚同温层会比较有帮助。那是不是能够再扩散效应出去？我觉得还要再加油。那也不可能就靠一个 CF 就扭转乾坤，这个恐怕也很难。他如果能够持续的再推出一些新的梗图，或是一些相关的这些 CF 的话，也许会渐入佳境。那就看他们接下来还有哪一些新的构想。那只是我必须讲啦，你说。南鯤鯓，不管你有没有这个信仰，毕竟它是一个有历史的建筑物。那它这个牌楼用的都是上千年珍贵的块木，然后突然之间就倒下来了，这个对台南在地绝对是一个损失。那大家应该想办法去把它复原。然后你不能因为它今年曾经出了个国运签，好像这个讲的东西你听得不是很爽，然后你就开始到处去诋毁它。我觉得诋毁它意义到底是什么？好，你说这个抽了地方，当然抽的就是地方签。那请问一下，台南谁执政？还不是一样是民进党执政？所以你是在臭黄伟哲，你就觉得黄伟哲做的不好？你觉得这个签讲的都是黄伟哲做不好吗？所以我觉得去讲这些东西都没什么意义。你当然可以不信，我觉得不信没有关系啊，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信仰。可是第一个不要去诋毁别人，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那你就想办法做好嘛，让事实来证明这个国运签一点都不准，不就结了吗？不要只是想尽办法用闪的、用推卸责任的这种方式，没什么太大意义。更何况你们家赖清德可信了，可信得很了，各个宫庙他都去拜，是吧？点主官他还抢着做，对不对？他可是热衷这些宗教活动，连你们最近的所谓的护国绕境里头，还叫你们每个都变宝台香灯脚，不是吗？那你们一方面在诋毁传统的民间宗教，一方面又不断的模仿民间宗教，请问一下，到底在干嘛？你们到底是喜欢这个宗教还是不喜欢这个宗教？你是这样，对你们有利才可以，对你们不利就通通不承认吗？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笑的。那民进党对所有不利于他们的事情，就是极尽诋毁之能事，这也不是1天2天了啦，顶多就是发觉情况不对了，风向不对了，不是撤文就是稍微假装道歉一下就没事了。那问题是，这是谁纵容出来？不就台湾人自己纵容出来？因为你们让民进党这样做嘛，你们永远不去穷究他的责任，到最后就会变这个样子嘛。那重点是在于，大家应该知道，到今天台南都还在停电嘛，而且还会校正回归。昨天公布3万多户停电，今天又变5万多户，所以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到底是因为发现更多户停电了，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是我们的很多同胞在受苦，已经3天没水没电了。接下来有几天，我昨天晚上就看到一个乡亲在讲，他说他打去台电问，台电说什么时候会复电不知道。这么闷热的天气又这么潮湿，那真的是很难受的日子。那是不是应该中央相关的资源多拨一点过去？可是我看民进党还在绕境啊，他们今天又从云林出发。对啊，51战队。对，所以
我不懂就是救自己的同胞比较重要，还是去玩你们的游戏比较重要？我是搞不太懂。那至于高雄的事情，澄清湖现在整个水都变得像黄泥一样，然后这个自来水公司是说没问题，这个对这个饮用水完全没关系。其实老实讲，他说的对，没有什么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高雄人大部分不喝高雄的水，都用买的。对，因为他们那些水可能来洗东西又干嘛，他不会自己喝了。大部分人都这样，因为我妈高雄人，我很清楚。所以他可能对饮用水真的影响不大，但是他毕竟还是高雄人会用到的水啊。那黄泥黄成这个样子，大家记不记得之前翡翠水库都是黄泥的时候，这些民进党不是骂了个半死吗？那现在澄清湖变这样，你们一声不吭了，当作没事。这毕竟是有可能危害到健康的事情。陈其迈是不是自己身为市长应该好好去督促一下？那你说他带团去嘉义送暖，是不是很好？然后两个人互相拥抱，据说我有个好朋友看到之后都感动了，那觉得这个他觉得深受感动。老实讲，可能我比较冷血，我一点都不觉得感动。为什么？因为我想到高雄其实很多地方还在水深火热当中。那你身为市长，你是不是应该先把自己的灾救好去？实际上你去不去，差别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没有差。只要救难人员去物资过去就好了，你坐镇高雄继续救你的灾，不是比较好吗？更何况我们也都知道，只要是台湾人都晓得吧，台风走了，灾难就结束了吗？不是哦，台风走了，通常都会开始下大雨，西南气流来了嘛，所以不是更要坐镇指挥吗？你看台北昨天要无风无雨哦，昨天晚上开始就下大雨，就是这样子啊，这是台湾人的经验嘛。那我觉得，我不相信做到市长的人不知道这些事情，还是先顾好自己的地方再说。其实气象署今天下午5点，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发布了大雨、豪大雨的特报，大家都要小心。来，将军，还在搞大罢免，天空贝来收你了。你会发现，这是台风来的有很多很巧妙的地方。以前来讲这次这个灾后台风走以后，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现在你会发现有很多什么哪一点不一样？还在大罢免？不是，因为以前来讲，每次灾后国军一定去救灾。对，这一次好像没有。这次为什么没有国军救灾？有演习。这是汉光演习，你看看，选在汉光演习前一天，台风来扫你，让你国军没办法去救灾，那是不是天公被这个长眼了？对不对？就是针对你们大罢免来的，让你这次灾情，你看这个台风很巧，以前来讲台风都是经过中央山脉嘛，那我们称之为护国神山，然后到西部平原来以后，大概风力都会减小。这是直接从沿着台湾海峡南端直接上来，而且就针对你的这种赖清德的这种本命区，针对你的台南直奔台南而去，然后将台南你这个号称所谓光电这些柚子这些全部一扫而空，那。更惨的是，这次来讲的话，国军没办法救灾。为什么？你自己号称要动员22000人，从今天开始搞汉光演习，那你没有兵力救灾，那是不是雪上加霜？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以前我不太相信，这所谓的抽签呢，我觉得那总是运气了哈。这个大家这个如果说是抽到好的签，当然很开心；抽到不好的签，你就自己提高一些警惕的心态哈，觉得说是神明在提醒你要注意、要小心、要更加努力。我觉得抱这种心态去看抽这个签的这种签运就好，因为南昆生他抽这个国运签是每年都抽的，有一年抽好的你就说他很准，这武则天做天。结果一抽完以后，就蔡英文当选，哎呀，好准啊，对不对？那现在来讲的话，抽到不好签，你就开始说这个用出征的方式来骂这个南昆生，连神明你都敢骂，我觉得这些青鸟你真的是要小心了，晚上睡觉要小心一点。我跟你讲大家我们都要敬天敬地那你居然只有一种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然后鬼神都不怕，这种人最可怕，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什么都不怕。我跟你讲，他为非作歹，什么事情都敢做。你知不知道去骂神明？虽然说我们来讲不鼓励迷信，但是敬天敬地敬神明，那是一个人出自于畏惧大自然的那种力量，你应该有这种敬畏之心。对。那如果说你连神明你都敢去骂的话，我跟你讲你一定会遭受到报应，这个屡试不爽。为什么？因为你就敢胡为，不是迷信，而是代表说你这个已经无所谓了，所有为非作歹。再坏的事情都敢去做，因为你心中已经没有所谓敬天畏地的心态。那其实我针对于这次大罢免，很多新鸟这些东西，我真的很同情这些小孩。我觉得真的是幼稚无知到这种程度。这个
已经这个杯弓蛇影哈，然后只要是跟这个罢免有关的，他就极力去鼓吹，然后稍微看到一点点什么有人在那边拍个照啊、拍个相，就马上污蔑人家，马上猎污，说是这个是第5纵队，这个是大陆这个中共的同路人，反而制造社会的仇恨。那今天试问一下。民进党，如果说你真的是愿意整个社会撕裂到这种程度吗？整个社会的仇恨值，其实为了罢免，然后你要制造仇恨值，让整个社会仇恨到让这些年轻的孩子完全没有是非，我觉得这根本就是白莲教加红卫兵的一个组合了。是，我想我礼拜一所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哈，因为礼拜一晚上我去倒垃圾。那我知道现在民进党跟他的外围团体啊，就是这些推动大罢免的团体，他们现在都在盯在这个垃圾车后面跟着垃圾车跑，然后他又在那边宣传他的那个大罢免等等的。那我就听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的有个邻居啊，我不认识他，年轻人，他没有搭理他们，他走了一半了以后，大概2步路左右，他就很火大，他就说现在什么时候了？吃饱还没事干，输不起然后就要罢免那也就是说，他说我们台湾人不会这么不要脸因为我们台湾人输了就输了，赢了就赢了，我们不会输不起。那明明去年输了，你就应该接受，结果你要推大罢免，他很气，用台湾话讲然后还有一位很有意思，有一位这个先生，他就直接问他们说：“我可不可以罢免你？”他就直接这样问，他说我可不可以罢免你？然后那个民进党的他们那些志工罢团，他们就说那些罢团就说你不能罢免我哟，因为我不是公职团体我不是公职人员，所以你没有资格、没有权利罢免我哟。然后那位先生就很客气的跟他说：“那你告诉我你的立委是谁，我可以罢免他吗？”他就不讲了，坚持不讲。那我的体会就是什么？体会就是说，现在台湾其实很多人是怒、气、恨，但是呢，也不愿意跟他吵架，因为免得自己回去晚上不开心嘛。对，就是看到那些罢免团体在红绿灯面前，像我们 T 台这个在内湖路那边，我也有碰到他们就守在那个下班的时间，守在那个红绿灯那边，一直在推动什么等等的。那我们当然就是尊重你的权利嘛，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台湾的情况跟社会，我们需要是努力打拼，因为环境恶劣，是，然后怎么会政府这些人都做这些事呢？很不开心。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我还是觉得陈其迈，其实各县市长先把自己的县市都做好，有余力再去帮人，但是自己的县市没做好就去帮人，这个就有作秀的嫌疑。而且司马昭之心，大家都看得出来，大家可能都看得出来，不要再演戏了。是，不过如果观众朋友你在路上看到罢团不管你的意见跟他一不一样，最好都不要有口舌啦就是不要用话来这个针锋相对这样真的是会气坏自己的身子让我们的社会祥和一点。